我做了3年皇后，20年的太后，死后儿孙环绕，群臣哭灵。按理说，我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可重活一世，祖母问我选谁做夫君之时，我没有再选太子，而是选择了驻守边关的安王。自此天南与地北，惟愿与君不复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听竹院，空气安静的落针可闻，袅袅檀香自炉中升起，氤氲了祖母凌厉的视线。她上下打量着我，似要将我看透。你不是一直有意于太子，为何不选他？我长跪在地，沉声道：正是因为孙女有意于他，所以才不能嫁给他。孙女不愿自伤自苦，未等一步归人，肝肠寸断，还请祖母成全。良久，直到我跪得双腿微微发酸，中听的祖母长叹口气，柔和下嗓音：也罢，明日进宫我会禀明圣上，为你赐婚。我长伏在地，又磕了个头。这一世，我不要再嫁给李锦臣了。2日后，人群熙攘，长安街热闹如昔。我照常出门采买，却被出宫的太子当街拦住马车。他勒住缰绳，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如既往的风流俊秀。然而他拧着眉头看着我，声音发冷：听说你求了赐婚的圣旨，沈玉书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？他凉薄的视线刺痛了我的眼，微微侧头，我避开他的视线，轻声开口：殿下放心，婚事与殿下无关。他脸色愈发骇人，冷嗤一声：与孤无关。你被孤抱过身子，除了孤谁敢娶你？早知道你这么残忍，当年刘匪作乱孤就不该救下你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尽量放平稳声音：殿下莫怒，真的不是。够了。话音被他打断，他神情暴躁，猛地翻身上马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：孤会娶你，给你太子妃的尊位，至于其他的你就不要肖想了。说罢，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青色小轿，喊了声走，便扬长而去，只留下我在这闹市里被飞溅的尘土呛得咳嗽。青色小轿从身边路过，一只素白的手将车帘抬起，隐约露出一张熟悉的侧脸，是我的庶妹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转身上了马车。曾经青梅竹马的2人，我也不知怎地就闹成了这样。明明曾经他是最护着我的，一口一个淑妹妹，宫宴之上只要不见我就要问到祖母那里去。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大约是从刘匪手中救下我之后。他抱着我惊慌失措，生怕我有什么不测，却在听到皇后要将我许给他的时候变了脸色。在之后，只要有人提起我们的口头婚约，他就会沉下脸，不再理会我。开始我不明白是为什么，直到前世庶妹与安王大婚那晚，他醉了酒，对着庶妹的小巷看了一眼，我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别人，不过不是我罢了。前世安王离世，庶妹被送去守皇陵，最后一次相见，2人隔着身份，与庭宴上遥遥相望，无语凝噎，当真是情深如许。所以这一世，我决定成全他们。回府的时候，祖母已经在等我了。她半合着眼睛躺着，身侧的丫鬟不轻不重地垂着肩，看起来与往日没什么不同。可是我知道，祖母的心情很不好。果然，听到我的脚步，她睁开眼，上下的打量着我。可有哪里受伤？我心中一软，摇了摇头。她坐直身子，绷紧了脸看我。今日太子派人过来传话，他要娶玉清做太子良娣，太后那里已经应了。玉清便是我那庶妹。我愣住，前世并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？祖母还在笑，只那笑意未达眼底。我有心让她做正妃，她倒好，上赶着给人做妾。要不是答应了陛下先将你的婚事瞒下来，我真想看看她知道了会是什么表情。我沉默下来，没出声。前世祖母把我嫁给太子，玉清嫁给安王做正妃，这一世按照祖母的手段，我嫁给安王，他定是会想方设法送玉清做太子妃的。可惜他选择了做良娣。思及他前一句话，我心头微动。祖母可知陛下为何要先把婚事瞒下来，又要瞒到何时？祖母沉吟片刻，方才开口：自皇后去后，陛下对太子也不似往日那般，大约是有离心。说完看向我，瞒不了多久，下个月安王回京，
定是要赐婚的。我默默算了下日子，还好，不过10几日。玉清出嫁的日子定在了3天后。太子有意在大婚之前纳她过门，讨好心上人的同时，也给我一个下马威。因婚事赶得急，又是侧妃，婚宴算不得隆重。可太子亲自来接，甚至还带来了一对亲手打的大雁，可见其给足了玉清脸面。平日里肃静的听竹院，此时张灯结彩，一片喜色。可细看之下，绸缎锦衣，香笼妆帘无一是正红，甚至连新娘头上的喜帕都是桃红色。我看到太子脸上的喜意一点一点皲裂，很快又强迫自己变得欢喜。再向下，视线落到2人交握的手，一个看似喜气洋洋，一个含羞带怯。注意到我的视线，他挑衅地抬了抬下巴，将身边女子的手握得更紧。我不动声色地将目光挪开，没理会他无聊的行为。直到出了听竹院，离开祖母的视线，太子恶狠狠地将我拉到角落。沈玉书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善妒？连喜帕都不让玉清用红色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妾。你这样做不是扎他的心，让他如何抬得起头来？我眉心狠狠皱起，甩开他的手臂。殿下，侧室用桃红不是理所应当？怎么会是理所应当？玉清他是什么？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似笑非笑。他脸色涨得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他想说玉清是他心尖上的人，怎么能跟别人一样？我慢条斯理地开口，殿下若是替他委屈，大可以求到陛下那里聘他做太子妃。妾用桃红明明是理所当然的事儿，不知道他矫情个什么劲儿。既然担心心尖上的人受委屈，为何不敢早些请旨陛下娶她为妻？说到底还是不敢罢了。他果然恼羞成怒，冷笑着瞪我。所谓国公府嫡长女，原来就是这个德行。既然你们不给玉清脸面，那我们大婚当日也休要怪我不给你脸面。我不置可否，正逢玉清过来寻他，我侧过身子请他离开。殿下请便。他冷哼一声，甩袖而去。玉清却没有很快跟上去，他止了脚步看向我，笑容颇有些自得。姐姐又因为我被殿下责怪了，真是抱歉。说着凑到我耳边，声音极轻，姐姐猜这一世谁能当皇后呢？沈玉清也重生了。我合上双眼，轻叹口气。上一世她嫁给安王，安王是个武将，性子冷漠，不懂得怜香惜玉。玉清每见到我，总是恨恨地瞪着我，仿佛我抢了她的好姻缘一般。所以这一世，她提前联系上李锦臣，做了侧妃，想要先我一步进东宫，提前筹划。命运的轨迹自此错开，殊不知我从未想过嫁给太子。他应对我的筹谋注定要落空。接下来的日子我并未出门，而是待在家里为之后的婚事做准备。对于安王，我一直心中有愧，他和太子与我皆是青梅竹马，只我心中只有太子，安王又沉默寡言，常常忽视于他。还记得他站在阴暗的地牢里，黑眸中是我看不懂的情意。阿叔，如果我做了皇帝，你会嫁给我吗？我没有回答，也无法回答。安王拥兵自重，已有不臣之心。李锦臣以我的名义诱他进京，将他杀死，这是他上一世的结局。希望今生我们都能好好的。收了最后一针，我展开刚绣好的龙凤祥云红盖头，轻轻吹了吹。祖母说过我的刺绣功夫不好，我特地跟珍宝阁的绣娘学了，这已经是我最好的作品了。安王殿下他应该会喜欢的吧？我怀着满心憧憬，却不成想我的心血会被人糟蹋成那样。在我再次赶到珍宝阁拿回红盖头的时候，绣娘笑着告诉我，她被太子拿走了。见我沉下脸，绣娘不明所以地看着我，殿下听说你为她绣了红盖头，十分欢喜，想要看看，怎么？有哪里不对吗，小姐？我闭了闭眼，压住心底涌上来的愤怒，猛地冲了出去。不知问了多少人，终于找到李锦臣的所在。侍卫小心翼翼地拦住我，说是太子和侧妃正在放纸鸢，我进去只怕不妥。我冷笑着推开他。绿色遍野的草坪上，女子正在放风筝，素白的手指伸得极高，很快又被另外一只大手握住。女子羞赧地依偎在他怀里，娇嗔地笑。我突然的出现打断了两人的打情骂俏。
太子面色不悦，警惕地瞧着我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伸出手，直奔主题。红盖头，还给我。他眉心微皱。没了，你再重新绣一副。我顿时横眉倒数，还不等我说话，玉清先一步娇笑出声。他掩着帕子，美目流转，指了指天上。说起来，姐姐绣的红盖头真好看，满京城独一份的风筝呢。顺着他的视线，我浑身一震，如遭雷劈。他手中拽着线的纸鸢，正是用我的红盖头所制。赤红的锦丝在碧蓝的天空中格外醒目，甚至连朵朵祥云都栩栩如生。李锦臣竟然用我的心血讨好他的心上人，血液直冲头顶，我感觉到整个人像是沉浸在滔天的怒火里，前世和今生的委屈洪水一般倾泻而出，几乎将我压垮。不受控制的猛地推开他，我近乎声嘶力竭。那是我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疯！他被我推得一个踉跄，带着怒意的质问在触及我通红的双眼的瞬间戛然而止。他从未见我这么大情绪过，一时呆愣住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好一会儿，他拧着眉头，硬邦邦地开口：好了，反正也是绣给我看的东西，取悦到我不就行了，何必这么较真？这个不要了，你再重新绣一个吧。我气得浑身颤抖，逼回涌到眼角的泪，压住喉咙口的哽咽，一字一顿地看着他。谁说这红盖头是绣给你的？他骤然愣住，在瞬间的迟疑过后，脸上些许歉疚的神色被嘲讽取代。学会欲擒故纵了沈玉书，马上都要赐婚了，你就消停点行吗？不就一个红盖头，成亲的时候你不还是得求我给你接，至于做出这般要死的模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住胸口剧烈的起伏，转头取过侍卫手中的弓箭，仰头间迅速拉满，只听嗖的一声，尖锐的破空声撕啸而去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天空中轻薄飞舞的风筝瞬间破裂，利刃穿透锦缎的撕裂声里，红纱盖头被毁得彻底。太子不可置信地瞪向我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身旁的玉清受了惊吓般捂着耳朵缩在他怀里。在这几乎凝固了的空气里，我定定地看着他，脸上不带一丝表情。我与殿下间犹如此紧，自此恩断义绝。说罢，再不理会他，扔下弓箭转身而去。身后我听到玉清带着哭腔的嗓音：殿下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为姐姐见到殿下将她的心意制成纸鸢，定然会欢喜，没想到姐姐好像很生气，殿下要不要去哄哄她？我感觉到有灼热的视线紧紧锁在我身上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听到沙哑的带着烦躁的男声：不用管他，等成了婚他自己就好了。我以为今世哪怕做不成夫妻，至少也有10几年的情谊在，不成想他种种行径作态都陌生的可怕，就好像我不是他疼宠了10几年的青梅，而是他的仇人一般。回到国公府，我将那些曾与他有过关系的东西整理出来，收进库房。我也该有自己新的人生了，没有李锦臣的人生。第二日，侧妃回门，太子亲自相陪。玉清讨好地挽住祖母的手臂，动作亲密。太子的视线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，见我没反应，又掩着嘴冲玉清轻咳了一声。玉清撇了撇嘴，这才让丫鬟送上2匹锦缎来。他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，这才对着祖母开口：这2匹浮光锦是殿下费了很多心思弄来的，不知祖母可喜欢？我眉头微动。浮光锦便是我绣红盖头所用的料子。2匹锦缎，一匹是深蓝色，一匹是正红色。祖母素来喜爱深蓝色，这匹自然是给她的。至于另外一匹，我抿了抿唇，黑眸幽深。祖母心中明了，淡淡出声：殿下有心了。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愈发明显，怕我没有懂他的意思，李锦臣低声提醒：这正红色与玉书很是匹配。当着祖母的面，我没说什么，只略点了点头。直到出了院子，我被李锦臣拦住。他瞧着我，声音有几分别扭：这匹浮光锦是专门给你的，够你做许多条盖头了。我停下脚步正视他：殿下，我不需要。他眉心狠狠皱起，周身顿时被阴云笼罩，声音也下沉了几个度：你什么意思？我深吸了口气：殿下，这浮光锦我并不需要，
殿下拿回去或者送人，皆可随意处置。他脸色难看得厉害，黑眸里燃烧着怒火，声音几乎是从齿缝里蹦出来的。沈玉书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死活要嫁给姑的是你，在这里闹腾的还是你？姑都已经不计较你逼婚的事儿了，你还在这里拿瞧，你就不怕姑一怒之下不肯再娶你？我退了一步，刚想张口，想起祖母的嘱咐，双唇紧抿没有作声，只往角落里又缩了缩。我的沉默不语，落在他眼里变成缩在角落里的隐忍的倔强。他眉头舒展开，低笑一声，好了，多带点事。至于气这么久，我已经问了父皇，赐婚也就这2日了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什么？我猛然抬头，瞪大眼睛看他。安王难道要回来了？我震惊的模样取悦了他，他瞬间心情大好，调侃道：姑就知道你听到这个会开心，明明这么期待嫁给姑，还非跟姑说什么恩断义绝。沈玉书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会拿捏姑了。也罢，虽然姑不喜欢你，但是你这么非姑不嫁，又是父皇看中的太子妃人选，身份门第又与姑相配，姑也就勉为其难地应了这门婚事。不过你进门后，万不可像昨日那般争风吃醋，还吓到了玉清。再有下回，姑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再给你留情面。他神采飞扬，说个不停。我却心思飘了很远，也没留意他说了什么，只胡乱点了点头，找个借口离开。听竹院，我刚进门便对上祖母带着喜色的面容。我张了张嘴，祖母，听说。他点了点头，看着我柔和道：我也是刚知道安王殿下行踪有变，不去通州了，眼下已经到了锦城，最迟明日晚就能赶回京城。我心头咯噔一声，突然有几分紧张起来。玉书，赐婚过后就不再有回头路了，你可会后悔？祖母关怀的眼神近在眼前，我攥紧了拳，掷地有声：祖母，孙女无悔。安王进京那天是个午后，主街道上百姓欢欣鼓舞，夹道相迎，两侧高楼林立，被形形色色的人占满，争相一睹这位三军领头人物安王殿下的风采。隔着雕花窗，我一眼望到人群最前方众星捧月般的男子，他一身银白色轻甲，坐在高头大马上，没有多余的表情，凛然如战神。不知是不是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似有所觉地仰起头，四目相对，我浑身一个机灵，猛地后退一步，拉上窗帘，心口砰砰跳个不停。晚上便是庆功宴，华灯初上，殿内灯火辉煌，歌舞升平。皇帝端坐台上，下手最近的左侧是太子，右侧是安王。他寒暄了几句，举杯庆贺安王大捷。太子身侧，玉清娇羞地坐在他身侧，安静地倒酒布菜，很是小意。按理说这样的宫宴，他一个侧妃是没有机会坐在太子身边的，可偏偏他坐了，足以见太子对其宠爱。我刚要收回视线，却对上太子别有深意的双眸，他的眼神中带着浓浓的警告。忽而想起宫宴之前他专门拦住我，郑重其事。昨夜玉清哭了一宿，说自己为我做了妾，今日宫宴父皇定是要赐婚的，你接旨过后就顺势提出让父皇给玉清一个封号，玉清有了封号上了玉蝶，心中也就有底气些。毕竟是你亲妹妹，你请这个旨也理所应当。那时的我简直气笑了，殿下为何不自己请封？他眸光闪烁，父皇最近对姑，说着又指了话头不悦地警告我，你只管照做就行了，今日就赐婚了，你总也不想婚事出什么变故吧？思绪回笼，李锦臣仍在看着我，只眼神不由自主地向皇帝的方向瞟了瞟，似乎在提醒我。我避开他的对视，别过了头，无视他握酒杯的手骤然发紧。酒后3巡，皇帝终于望了一圈台下，悠开了口：朕今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太子和安王都已到了娶妻的年纪，朕几番思量择了2位贵女，赐给太子和安王。台下一片寂然，太子向椅背靠了靠，一派无所谓的姿态，大有一副我不听他的话，请旨他就要我当场难堪的架势。而安王则是低垂着头，若无其事地把玩着酒杯，可抿成一条线的双唇和手背上的青筋泄露了他的紧张。皇帝把一切尽收眼底，这才朝身后的太监摆了摆手。太监早就等候已久，
打开圣旨，便张口宣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闻刑部尚书之女冯婉婉品行端庄，蕙质兰心，与太子天造地设，聘太子妃。又闻护国公嫡长女沈玉书温良敦厚，品貌皆佳，堪为安王良配，赐安王妃。话音刚落地，太子抢先跳起来道：父皇，太子妃有话说。说罢看向我，频频示意。我莫名其妙，满脸疑惑。皇上的圣旨还不够清楚吗？见我不语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才又看向皇帝。父皇，太子妃心疼妹妹，想给玉清讨要个封号，不知父皇意下如何？这下不止我，整个宫殿的人都震惊地看向太子。太子这是失心疯了。倒是玉清咬紧下唇，欲言又止地看向太子，不知是伤心还是欢喜。刑部尚书之女冯婉婉站了出来，笑意不达眼底。回殿下，臣女没有一个叫玉清的妹妹，且恕臣女无礼，审视玉清不配有太子侧妃封号。太子正烦躁，瞬时冷下脸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砰的一声，皇上面无表情地将杯盏重重摔在桌案上，冷冷开口：来福，把圣旨再读给咱们太子听一遍。我低垂下头。很显然，李锦臣太过自信，又想着玉清封号的事儿，完全没把圣旨给听进去。太监特有的嗓音从大殿上再次飘过，我看见太子的脸在他的声音里一寸寸变白，直到最后安王妃三个字结束，他骤然将手中的酒杯捏个粉碎。他猛地站起身，不可置信地紧紧盯着我，瞳孔紧缩，脸色煞白，仿佛受到巨大的刺激，嘴唇也跟着颤抖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眼睑微微下垂，他的视线仍缠绕在我身上，毒蛇一般几乎将我撕碎。他双拳握紧，目眦欲裂。沈玉书，你骗我！我并未抬头，太子当众失态。这个时候并非我说话的时机。果然，皇上冷哼一声：太子若是醉了，就回你的东宫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怒火，坐了回去。宫宴之上，若是他这个太子被当众打发回东宫，这才是真正的丢了脸面。歌舞继续，酒杯再起，宫宴很快又恢复了之前的热闹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经意遇上安王幽深的目光。他嘴唇微微抿着，眸中似有千言万语。余光瞥到冯婉婉拿着酒杯站到太子面前，沈玉清粘在太子身上的半截身子尚未坐直，就被身后的嬷嬷拉了出去。他吓得花容失色，尖叫声尚未出口，就被人掩住了嘴。太子盛怒之下就要发火，回头看到郑嬷嬷神色凛然地站在那里，瞬间息了声。送走了玉清，郑嬷嬷重新回到冯婉婉身后。我这才知道，郑嬷嬷方才被皇上送给了冯婉婉。她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，一般人轻易不敢得罪于她。她方才的意思，也就是圣上的意思。玉清被送出宫殿的时候，还在求救着，挣扎着看向太子，见他默不作声，这才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被带出去。我挑眉无语，这也能怪到我身上？我叹了口气，感觉有些闷，带着丫头出去透透气。眼角微微扬起，向安王所在的方向若有若无地瞟了一眼，在对方目光看过来的时候，又迅速别开眼神，淡定地走了出去。夜晚的御花园灯火通明，淡淡的芳香漾在鼻尖，沁人心脾。低沉的男声从身后响起：你找我？我身子一僵，再一次见识到武夫的耿直。看我羞恼的咬唇，他一双晶亮的眸子暗淡下来，声音低哑：你可是后悔了？我仰起头，不明所以。后悔什么？他别过脸，双唇倔强地抿成一条线，好一会儿才闷闷地出声：后悔也晚了，父皇说了，当初是你自己选择要嫁给我的。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，轻笑着摇摇头：不，我无悔。说着我歪过头，别有深意的笑：也希望殿下能让我以后也无悔。他黑眸瞬间泛起光亮，用力的点头，许诺一般：我会的。我们并肩而行，静默的空气里夹杂着甜蜜的气息。直到他被人唤走，我才止了脚步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唇角弯弯。也许这一次我没有再选错。刚想踏步回去，拐角处我被人拦住，又是太子。李锦臣恶狠狠地盯着我，
双眼猩红。你刚刚是跟谁在一起？我很平静地望着他。安王殿下，我的未婚夫。他猛地逼近一步，脸色阴沉可怖，像一头暴怒的狮子。沈玉书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离了男人你活不了了是吗？我沉下脸，冷冷地看向他。殿下慎言，殿下贵为太子，当约束己身才是。约束？他冷笑一声，视线仍死死地锁在我身上，声音像是淬了毒从嗓子里蹦出来。我问你，当日求的赐婚圣旨，本就不是我是不是？从头到尾，你都没想过嫁给我，是也不是？我没有回答。夜风清凉，只闻风吹叶响。李锦臣愤怒的一拳砸在树上，愤恨中夹杂着不明意味的低吼。沈玉书，你怎么敢骗我？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。明明嫌我上赶着的是他，眼下我要嫁给别人了，不甘心的还是他。何必呢？我闭了闭眼。京郊马场，天上飞的红盖头纸鸢，就是我和殿下最后的情分。不想与他多言，我淡淡的退后了些。殿下，太子妃已定，我亦是准安王妃，我们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。说罢，不等他回答，我转身而去。以后你在宫廷与太子妃琴瑟和鸣，我和安王在边关相敬如宾。从此天南与地北，唯愿与君不复相见。钦天监算了吉时，太子的婚事定在了8月，安王的婚事定在来年6月。时间上不算充裕，礼部迅速如火如荼地准备起东宫的婚事来。太子自那次宫宴之后消停了不少，听闻他后来被皇上叫走，好一顿训斥。眼下倒也安生了许多，甚至和准岳父冯尚书多走动起来。我听后摇了摇头，安心在家中备嫁。直到东宫大婚1月后，他带着太子妃去魏明寺赏花，途经珍宝阁挑选首饰，与出门置备嫁妆的我狭路相逢。他停了脚步，唇角微勾，双目嘲讽：怎么，沈大小姐的未婚夫呢？冯婉婉见是我，皱了皱眉，没出声。倒是他身后，沈玉清睁大眼睛看着我，似是恼怒愤恨，又隐隐有几分得意，十分复杂。我轻轻摇了头。李锦臣阴阳怪气，笑容愈发得意。你千方百计选的夫君，也不过如此吗？说罢，揽着太子妃肩膀，轻慢地开口。婉儿离他远些。突然木梯砰砰作响，有人疾步而来，声音止住，一个唐人递到我面前。只见安王额上带着细碎的汗珠，眸光闪亮，仿佛没有看到周边一行人，满心满眼期待地看着我。你要的糖人给你买来了，快尝尝。我愣住，像是被定住一般，呆呆地看着他。安王？哪里冒出来的？他轻轻侧头，朝我眨了眨眼。我心领神会接了过来，目光低垂，面上染了羞涩，声音蚊子一般。谢殿下。李锦臣张着的嘴颤了几颤，又恨恨地闭了回去，冷哼一声，再也不看我一眼，甩袖而去。只沈玉清的视线不可置信地落在安王身上，瞠目结舌，像是第一次认识他一般。直到被丫鬟喊走，目光仍追着安王不放。长宁街上，我捏着糖人，轻咬下唇。你怎么来了？安王的脸色微红，声音很轻。他们说未婚夫妻不能见面，可我不放心你，偷偷跟了跟。我心中浮起淡淡的欢喜。黑眸转了转，忽地转过头，糖人顺势塞到他嘴里。我笑得像小狐狸。甜不甜？他被迫咬着糖人，直勾勾盯着我，呆愣地点了点头。我耳根泛红，轻轻垂下头，声音小却能让他清楚地听见。我也觉得很甜。上扬的嘴角直到回了国公府才放下来。我坐在窗前，眉宇间染上淡淡的忧愁。李锦臣阴质的嗓音犹在耳畔。他经过我时，声音压得极低，毒蛇一般吐血信子。太子妃的位置你不想要，有朝一日只怕要做侍妾了。见我浑身凛住，他喉咙口又溢出低沉的笑。你不是心里只有姑吗？姑怎么能让你嫁给别人呢？我拧着眉头，心中总隐隐觉得不安。直到第2日，这股不安愈发强烈。祖母告诉我，西蛮来犯，安王已连夜回了西北，走之前给我留了一封信。我捏着信，看着最后的等我，安心这几个字，
不禁心头一紧。直觉告诉我，安王这次出京定然和太子脱不了关系。我把想法告诉了祖母，她沉吟片刻，决定带我进宫。乾清殿，皇帝负手而立，似乎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意外。他望着窗台，语气很淡。太子和西蛮已经联系很久了。自从皇后去后，他便再不像从前那样，行事愈发没了章法，甚至拿西蛮做后台来防备着朕。朕给过他很多次机会了，他不仅不珍惜，还愈发肆意妄为，朕很失望。说罢，他转过头，定定地看着我。沈氏御书，你可愿陪朕演上一场戏？等从乾清殿出来，天光已然大亮，御花园的池塘里水波荡漾，掀起阵阵涟漪。我抬手遮住刺眼的阳光，看来起风了。又过了月余，安王在西蛮失踪的消息被快马加鞭送到了京城。人心恐慌的同时，太子风头更盛了，甚至有人提出请太子接手西北兵权，出兵西蛮，以振军心。就在东宫烈火烹油的时候，一道圣旨震惊了所有人。太子李锦臣涉及勾结西蛮，残害手足，意图谋反，连夜被关押天牢。这道旨意像是沸油里的水，顿时沸腾了朝野上下。东宫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，连带着冯尚书府都被禁军围住，只进不出。太子与西蛮皇子的密信往来的账目被搬到金銮殿上来，字字句句，证据确凿，绝无冤枉他的可能。可见此事圣上早已调查许久，这才公之于众，发难东宫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锦衣卫传来消息，天牢里的太子是假的，真正的太子不在东宫很久了。连着那位侧妃沈氏也是个丫鬟伪装的。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人已经在不知前往何处的马车上了。我被缚住手脚，正对面正是消失了的李锦臣。他冷冷地瞧着我，居高临下的姿态。沈御书，你是不是以为姑就这么倒了？我惊了片刻，继而愤怒地瞪着他，手中用力挣脱绳索，却被他恶意地按住手。不必白费力气了，沈御书，姑不仅不会倒，姑还要纳你做妾。要是你听话，等姑登基了，倒是可以赏你个妃嫔当一当。我冷嗤一声，手指翻动指甲，狠狠嵌入他掌心，恨恨道：你做梦！他不仅不躲闪，反而攥得更紧，任由手心沁出血珠来，盯着我的面容诡异，笑容莫名的狰狞。姑竟不知，还曾与舒儿做过一世夫妻。我心头咯噔一声，猛地抬起头，对上他阴森森的双眸，漆黑的瞳孔里有愤恨，有失望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。马车一直走了一天一夜才停下来，中途除了吃饭如厕，李锦臣并不允许我下马车。甚至我再次试探性地提起前世，问他如何得知此事，他也是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除了那天提起的一世夫妻，再不肯多言半句。我看了出来，他并非重生，应是玉清告诉了他前世的事情。下车的时候，我被蒙了眼睛，李锦臣带着我不知绕了多久才停下来。黑布拿下来的一刹那，入眼的是遍地的红，龙凤鸳鸯的喜被，大红色的喜烛，连着雕花木上都挂着喜字。他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我骤变的脸色。怎么，姑给你准备的喜房如何？姑可不像你这么小心眼，哪怕是个妾姑也可以给你正妻的待遇。我猛地推开他，愤恨地瞪大眼睛。我要嫁的人是安王，你在这里发什么疯？他面色陡然沉下来，目光锐利阴狠。不要在姑面前提别的男人。安王，他也配？我惊恐地退了一步，不小心撞到身后的红木喜桌上。我咬紧牙，压住心底涌上的不安，强装镇定。你不是心里只有玉清，眼下娶我，就不怕他心里难过？他咧了咧嘴，笑了。舒儿这是吃醋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的人是我，嫁什么安王？你就是故意存心气我的，是不是？说着，他又变了脸色，严肃地望着我。可是沈御书，这次你真的气到姑了，姑必须给你一个教训，你才知道自己真正爱的人是谁。姑要纳你为侍妾，再跟着玉清学几日规矩，什么时候听话了，什么时候再来伺候姑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。李锦臣，他疯了，他分明是在自欺欺人。我被关在了柴房。李锦臣说，
让我什么时候想通了，答应做妾，什么时候再把我放出来。我望着小窗上的一方天地，神思恍惚，眼前再次浮现起皇帝负手而立的背影，他像是苍老了好几岁，之声音仍旧坚定如昔。太子勾结西蛮，意图取朕而代之。他这么做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他察觉到朕对他的失望，唯恐朕废太子；其二，他看向我，双眸晦暗如深，他要在你嫁给安王之前登上皇位。沈玉书，他见不得你嫁给别人，待他登上帝位，只怕第一件事就是要你入后宫。朕老了，朕不懂你们年轻人间的情情爱爱，只是国事并非儿戏，太子，朕容不得。太子在外有一处司军据点，据朕所知，他与西蛮的交易皆在此处，朕派人查了许久都没有收获。但朕查到他近日又将和西蛮交易，朕准备打草惊蛇，剑指东宫，届时太子必将大乱。以他对你的用心，定是不会放过你。到时候他若是派人来捉你，你愿深入敌营，给朕做内应吗？虽然对皇上口中太子对我所谓的用心颇有怀疑，但我还是应了。上一世我对安王有所歉疚，这一世我定不能让他出事，哪怕是为了救下落不明的安王，我也会答应。所以东宫之乱那夜，皇帝早知太子不在东宫，特意布置了这一切，只为了引他来劫我。也好瓮中捉鳖，将太子的依仗连根拔起。我想到李锦臣会恨我折磨我，没想到他竟然要娶我，这个妾怕是不得不做了。一只雀鸟停留在窗台，像是在觅食。我将备好的信递到他口中，他尖尖的嘴一张，整个裹进了嘴里，拍拍翅膀扬长而去。我等了2日，正准备第3日让人唤李锦臣时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沈玉清浓妆艳抹，华贵衣裳下的身子消瘦的可怕。他站外破旧的柴房里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声音说不出的怪异：好久不见啊，姐姐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复又闭上。他也不生气，自顾自笑出声来：姐姐可知我今日来做什么？殿下让我过来劝你答应嫁给他。他尾音拉长，隐隐有几分尖利之音。再抬眼，双眸已经通红一片。他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明明前世，明明他最爱的人是我。他上前一步，眼底掩不住的苍凉愤怒：沈玉书，你为什么不嫁给他了？你可知我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？自从赐婚圣旨下来后，太子跟疯了一样，时不时就在榻上折辱于我，甚至对着我喊你的名字。好不容易等到太子妃进门，冯婉婉更是狠，不许我见太子不说，还令郑嬷嬷给我立规矩，轻则罚跪打骂，重则藤条加身。太子他根本顾不得我，他恨恨地瞪着我，眸中隐隐有泪珠落下。他整日不见人影，哪怕我向他哭求，他也只会嫌弃的叫我敬重太子妃，任由我被他们欺负。前世的他分明不是这样的。他蹲下身子与我平视，一字一顿：这一切只因为你没有嫁给他。我微微皱眉，这些事我的确听闻1、2，却不成想李锦臣竟然这么狠。不过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，他冷笑一声：你不懂是不是？我也想不明白，为何他得知你要嫁给安王会暴跳如雷，甚至勾结西蛮以身犯险。想不明白为何他明明前世对我情深似海，如今却要逼我去求你嫁给他。甚至若不是我拿前世之言说与他听，他很有可能会抛下我，让我和冯婉婉一样身陷牢狱，性命难保。我敛着眉，神色难辨。见我不语，他站起身来，深吸一口气，哭过的嗓音仍有些哑：沈玉书，你为何总是跟我过不去？前世你仗着皇后之位，仗着家世将我困在皇陵不得脱身，不许我改名换姓入宫为妃。今世你倒好，直接要换个人嫁，让太子求而不得，心心念念，害得我生不如死。说着他歪着头朝着我咧嘴笑：姐姐你说殿下他是不是贱？怎么总惦记着得不到的女人？临走之前他不咸不淡地瞥我一眼，似是心灰意冷。姐姐好好想想吧，我倒是不介意与姐姐共侍一夫的。至于安王殿下那里，他低下头，似是几分自嘲：我本以为他天生冷心冷情，原来他心里的人是你。
说罢摇了摇头，开门而去。得知我答应嫁给他，李锦臣甚为欢喜，他笑容咧到耳根，在触及我时又迅速收了神色。我就知道你分明心中放不下我，既然如此，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看在你非我不可的份上。我从柴房被放了出来，安置在李锦臣隔壁的院落里，时不时有人上门来筹备婚事所需。不过因着先前早有准备，如今剩下的不过是一些琐事。李锦臣也常常过来看我，他看起来正常不少，不再动不动发脾气，还会温柔小意地送些我喜欢的东西来。我一一笑纳，偶尔若有若无的亲近，惹得他愈发愉悦起来，甚至连我过问起西蛮的事儿来也不甚防备。我全部记下，塞到鸟儿嘴里，飞到远方。婚事越来越逼近，我也越来越紧张。按照皇帝的说法，大婚之日便是收网之时。婚礼前夜，李锦臣送来了一方喜帕，我凝着上面图案，隐隐有几分眼熟，奇怪地看向他，他别扭地别开眼。你的红盖头，姑赔给你了。我这才发现，这方针法并不细腻的红盖头，绣的图案与我曾经被当作纸鸢的红盖头图案几乎相近，不过这方红盖头明显粗糙了些。见我摩擦着上面的线角，他红着脸，不自然地开口：姑刚学没多久，你不许笑我。我低下头，攥紧了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总有人近在眼前时不知珍惜，失去了却又追悔莫及。何必呢？李锦臣说是妾室，婚事却是按照正式的规制来置办的。大婚当天，李锦臣牵着我的手，一步一步踏进他布置许久的殿堂。没有长辈高堂，没有亲朋好友，有的只是冷冰冰的物件，忙忙碌碌的下人和一些中原话都听不明白的西蛮人。一拜天地，李锦臣弓着身子，认真地与我行礼，以至于长剑破空之时，他都没有反应过来。他愣愣地看着胸口的剑，甚至还想拉我藏到他身后，直到安王猛地冲进来，紧张地上下打量着我，他才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目光带上深入骨髓的痛楚。他颤着嗓音：沈玉书，你又骗我！我走到他身边，将头上的红盖头扯下来还给他。殿下，有些事情是不能一个赔字就能两清的。不过殿下，这一事我原谅你了。站起身之前被他拽住了手，他的血染到我的手腕。只见他目光灼灼，嗓音发颤：我一直没有问你，前世你嫁给我，做了皇后又做了太后，为何这一世你就不要我了呢？难道就只是因为……他哽住，说不出话来。想来沈玉清早告诉过他，我们之间的那些恩怨猜忌貌合神离。我神思恍惚，是啊，是为什么呢？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我，有的只有怨恨和猜忌；也许是因为他满心满眼都是沈玉清，以至于整个后宫都是他的替身，包括我；也许是因为他偷偷地给我下了绝子汤，让我不得不养别人的孩子；也许是因为玉清病逝后，他郁结成疾，不久后随他而去，只留我孤儿寡母，艰难地度过混乱的时期。不过眼下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他的情深如许，在这一世仿佛成了笑话。或许他分明谁都不爱，他所谓的感情不过是内心的不甘和执念罢了。他到底还是放开了手，至死也没有等到我的回答。我站起身，默默地看了他最后一眼，永别了，太子哥哥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碰到了被束缚的沈玉清，他看着安王，双眼发光，像看着救命稻草。救我啊，殿下！殿下，我是你的王妃啊，你都忘了吗？前世是他害死了你，明明我们才是……他被人堵上了嘴，而身边的安王正面无表情地收回手。吵死了！我们并排坐上了回去的马车。没过一日，侍卫传来消息，沈玉清投河自尽了。我看向安王，我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手笔，也知道他一定听到了所谓前世的故事，可他仍旧没有开口问我。沉默片刻，我叹了口气：殿下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他点了点头，很快又摇了摇头。他们说的，我不信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他垂眸，双唇抿成一条线，好一会儿才闷闷地出声：
要说不在意是不可能的，可是这一世你选择了我。想到这个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我苦笑一声，哪怕我前世没有嫁给殿下，甚至还害死过你吗？他终于看向我，直视我双眼，掷地有声。沈玉书，前世到底怎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世你选择了我，我很开心，也很珍惜。我只想对你好，陪你过好这一生，不再让你所托非人，不再让你孤立无援。过去的，我们一起忘掉，好不好？我脸上发烫，轻轻咬了下唇，半晌点了点头，应了一个好字。回到京城时，已经过了2日，皇上仿佛衰老了许多，鬓边白发丛生。看到我们，他淡淡地点了点头。你们做得很好。太子一案牵扯甚广，不知多少人被拉下马。又过了2个月，才堪堪肃清。西蛮也被安王震慑，一时不敢来犯。一切像是又回到了之前的繁盛祥和。10年3月，安王被立为太子。同年6月，太子与护国公嫡女沈玉书大婚，百花齐放，礼乐齐鸣，锦衣华服，盛装凤冠。他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走向长街。这便是我执手一生的男子，太子李成景。愿这一世再无遗憾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